楼上的男孩患有超雄综合症，一到凌晨1点就会发出砰砰砰砰类似用头撞地板的声音，紧接着就是男孩歇斯底里的大叫。自从他们一家4口搬回来后，我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，邻居们也被折磨得受不了。终于今晚501爆发了，他气势汹汹地敲响了601的房门，大概敲了17、8下，取而代之的是501歇斯底里的大吼：吵！那傻子在吵，信不信我弄死他？不一会601果然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倒是难得热闹了起来。503说：“501给你点赞。”这话我早就在心里说过几百遍了。602是真的烦，他们家重男轻女，连续留了好几个，终于怀上了儿子，去医院检查说有超雄综合症，不愿意打，非要生下来，结果生出这么个玩意儿。我默默窥屏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对他们的话非常赞同。就在这时，501也在群里发话了。是哪个神经病给老子发的短信？接着501丢出一条短信截图，电话号码未知，内容是我帮你杀了他。潜水的住客纷纷表态，不是我。等租户群安静了下来之后，我把手机搁枕边，闭眼准备睡觉。毕竟像这样安静的夜晚可不多。突然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，是602发的消息。今晚601真的好安静，安静的不正常。你们说那个超雄男孩该不会真的被杀了吧？203立刻接话，怎么可能？那家子重男轻女，把儿子当宝，谁要是把他们儿子杀了，他们不得发疯和对方拼命？501却说，就那个傻子死了最好。501的话得到了503和402的强烈附和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503还是弱弱的问601，该不会是真杀人了吧？要不我们找个人上去看看？别看平时大家聊天聊得嗨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就没人说话了。我想了想回了句，要不再观察几天，万一是超雄男孩生病了呢？503回复，好吧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所有人都只看到了601的夫妻俩，没有看到超雄男孩，也没有听到超雄男孩吵闹。这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的袖口，扭头一看，是601的小女孩，她是超雄男孩的妹妹，穿着一身红裙子，长得怪可爱的，和那个超雄男孩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正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她悄悄对我说：“姐姐，我家真的死人了。”什么？姐姐，我说我家有人被杀了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房间门打开后，只见夫妻2人撒泼打混的哭着：“警察同志，天地良心啊！说我杀了我儿子，怎么可能？”超雄男孩站在旁边，不似以往那样身体轻颤且暴躁，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眼神空洞，明显比几天前瘦了一圈。虽然超雄男孩的情况很奇怪，但是明显是个大活人。警察遇到这样的夫妻也很无奈，耐着性子说：“你们邻里邻外的，人家不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没出事最好。”在警察的调解下，我拿了500块给601作为赔偿。完事后，我一直纳闷那个小姑娘为何要骗我。今天的夜晚仍旧很安静，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。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超雄男孩那副诡异的面孔。咚咚咚，有人在敲我的房门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咚咚咚，敲门声更急促更用力了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地板都在颤动。我门口安装了一个声控灯，此刻声控灯正亮着，但猫眼里却是一片黑暗。我门旁有个窗户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窗帘缝隙里从外透出一缕微光，也就是说声控灯依旧还亮着。有人挡住了我的猫眼，我一点点靠近窗户，慢慢撩起了窗帘。我看见一张明显不对称、长着痤疮苍白的脸贴在玻璃上，他正用那双死鱼一般的眼睛狠狠盯着我。是超雄男孩，我吓得连连后退。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看向猫眼时，一个黑影缓缓从左边凑近，是一只眼睛。那眼睛在猫眼外往内看了半晌，这才远离。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，他是601的男主人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接着我看到他一把将超雄男孩扛在了肩上。超雄男孩发疯似的想要挣脱，可还是被601的男主人硬生生的扛着上了楼。第2天，我被一阵断断续续的剁肉声吵醒，是楼上的601正在剁肉馅，他家已经连续剁了1个小时了。租户群开始叫苦不迭了，毕竟今天周末，大部分人都休息。503说：“烦死了，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昨晚吃鸡到4点，困死了。”201隔着3层声音都很大。501直接打开窗对着楼上喊：“601，你们是不是死儿子了？剁肉岂可吃饭吗？”601剁肉的声音停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，气得501跑到601的门口大骂：“你们家是不是要死了？再发出声音试试，信不信老子送你们一家人下地狱！”602也加入了战场，就是弄死你们算我一个。601再次安静了下来，租户群里纷纷给501点赞，我群豪杰啊，听你怼601可真爽啊！这时501突然在群里问：“这是谁呀？发短信吓唬老子！”接着他丢出一张短信截图，又是未知号码，这次写的是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我以为这又是谁的恶作剧，便盖上被子继续睡懒觉。到了中午出去吃饭时，我正巧和601的女人打了个照面，她手里拿着个纸箱，我瞄了一眼，
看到箱子正上方的几个字“酱汁排脚肉鸡”。女人看到我后，对着我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。呵呵，家里买了一只小乳猪，所以今天一直在剁肉，你多担待。我随即附和一声，转身下了楼。等我吃过午饭，刚走到5楼的楼梯口，就再次看到了601的女人。她把脸贴在我家的猫眼上，正努力从外往里看。请问你有事？听到我的声音，601女人立刻换上温和的笑容朝我看来。她抬起手，我这才发现她手里拎了个白色塑料口袋。今天家里包了包子，拿几个来给你尝尝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本能的不想要，可是她非往我手里塞，没法，我最后只能收了。回到房间内，不一会儿，我听到了有人下楼的声音。我从猫眼里看到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敲响了501的门，估计又是来送包子的。但不同的是，501打开门后，他直接走了进去。隔了大概5分钟，这才传来601上楼离开的动静。很快，租户群的大伙开始讨论送包子这件事。203说，刚刚601来给我送包子了，震惊死我了。201，我差点以为他是来找我干架的。503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，601虽然有病，可他的包子是真的很好吃，味道和我以前吃的都不一样。203，是吗？我没敢吃，我吃一个试试。我看聊天看饿了，从冰箱里找出601送的包子，上锅稍微加热了一下。我吃包子有个习惯，喜欢掰开再吃。可当我掰开包子后，里面竟然有一颗牙齿，这颗牙齿很熟悉，像是超雄男孩左边的小虎牙。我心想这也太不卫生了，便拍了一张照片想要发群里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算了，千万别影响其他人的胃口。只是让人郁闷的是，下午601又开始砍东西了，听声音应该是砍骨头，从2点砍到4点。晚上601又送东西来了，说是乳猪熬的高汤，里面加了虫草花和蘑菇。601的厨艺得到了租户群的点赞，不过我没喝，因为包子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。到了晚上9点，303突然找到我，你有没有发现602和501很久都没说话了？我不喜欢泡群，倒是没注意。303继续说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601砍骨头砍这么久，501还这么安静。你再想想501收到的那条短信，小心下一个死的就是你。被303这么一点，我也反应过来了。303接着说，你说601剁的，有没有可能就是501和602？太可怕了！还好我昨天不在家，错过了人肉包子。我们要不要报警？我立即回复303，我找房东，让他给501打个电话试试。5楼的3间房都属于同一个房东，我立刻以501家里水烧开了没人关冒黑烟为由，告知了房东。501的手机铃声很快响起，他的手机铃声很特别，是一首热血的中文歌，激昂的曲调却让我浑身发冷，因为手机铃声响起时是从我楼顶的601传来的，铃声很快停止，不知道是对方挂断了电话，还是摁下了接听。大概等了10分钟，我给房东回了个电话询问详情，房东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。小将，谢谢你哈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次指不定损失惨重。我硬着头皮问，请问是501本人接的电话吗？好像是吧，就是声音有点哑，应该是感冒了。我敢肯定，接电话的人绝对不是501，因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全楼小刀割嗓子，就501没事，他当时还在群里嘚瑟，说猪倒了他都不会倒，更何况501昨天骂人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呢。陈姐，你给501打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说是谁给你打电话的？当然啊，我给他说了，是小将你提醒我的，做好事当然要留名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将，我有事就先挂了哈。电话挂断，我心想完蛋了，这不是把我暴露了吗？咚咚咚，房门被敲响了，我颤颤巍巍走到门口，凑到猫眼一看，明明没人，可房门又被敲响了。姐姐，是我，是601的小女孩。我赶紧打开门，招呼她让她进来，她却摇摇头，小声道，姐姐，我来偷偷告诉你一声，小心一点，你发现了他们的秘密，他们今晚会来要你的命。小女孩说完就扭头匆匆跑上了楼，她跑得可真快，这么安静的夜我也没听到脚步声。这时601的男人突然出现，他站在楼梯口，用一种阴森的目光看着我，吓得我赶紧反锁了房门。我掏出手机立刻报了警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。警察赶过来大约需要20分钟，现在我只能乖乖躲在家里，煎熬地等待救援。我又发消息告诉303，601的男主人疯了，501真的被他杀了，楼道里危险，千万别出门。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402的辱骂，大半夜的谁把1楼的铁门锁了？402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常常这个点出去享受夜生活。接着我又听到他大喊，你别过来，你要干嘛？随后便传来了锤子敲击的声音，我被吓得躲在门后瑟瑟发抖，心想估计402也被嘎了。突然303给我回消息，完了完了，这下真完蛋了，601把1楼的大铁门锁了，这下谁也逃不掉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601要杀的不仅仅是我，而是整栋楼的人。咚咚咚，这时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了，我从猫眼一看，果真是601的男主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铁锤，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房门。见我许久没有回应，他开始发疯似的砸门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，我吓得快要崩溃了。就在他将房门彻底砸烂时，隔壁的503冲了出来，
他一把抱住了601男主。见此状况，我也立刻冲上前，死死按住了601手中的铁锤。听到动静的303也迅速加入了战斗，最终在我们3人的合力围攻下，终于制服了601的男主。事后，清理现场的警察告诉我，整栋楼里除了我们3人以及601的女主，所有人全被601男主杀害了。我听到这鼻子一酸，这才想起601的小女孩，赶忙询问他的女儿呢？我明明看到她还在。警察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，经过调查，他的女儿早在3个月前就被杀害了，也是被601的男主人做成了人肉包子。原来自从他们家生出了一个不正常的男孩后，601的男主因为无法接受现实患上了精神病，在搬到这栋楼后，因为邻居们的辱骂，促使他的病情越发严重。先是心理不平衡，杀掉了身体正常的女儿，接着他又恨铁不成钢，残忍杀掉了超雄男孩，然后逼迫自己的妻子将超雄男孩的肉做成了人肉包子，分给大伙吃。最终一无所有的他，又将目标瞄准了整栋楼的住户。知道真相后，我不自觉地朝楼顶的601看去，突然那个小女孩又出现在楼道里，她冲我摆了摆手，仿佛在说再见了，姐姐。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晚上11点，导员突然在微信群里艾特全员，所有人立刻回寝室，锁好宿舍门。楼道电路起火，工作人员正在检修。我不明白检修电路为什么要锁门，而且宿舍明明有电。2分钟后，住同宿舍楼的闺蜜私信我，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以为闺蜜在开玩笑，上铺的萍姐紧接着说道，快去锁门！我男朋友说有一个杀人犯进了宿舍楼。我慌了，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她男朋友比我们小1届，萍姐从不开玩笑，真的有杀人犯。我连忙跑到门前，正准备上锁，停顿了一下。可是苏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锁门？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，老大萍姐，老二回家了，老3是我，老4苏月刚去楼道取衣服了。我还在犹豫，萍姐当机立断，先锁门，等苏月回来我们再开。同时，萍姐在宿舍群里艾特了苏月，苏月你在哪？衣服别取了，快回来，外面危险。苏月，没事，衣服取好了。我在楼道拐角看到有2个男的，身上背着袋子，拿着扳手，应该是导员说的维修工吧。杀人犯的消息我也听说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还好他们没看到我。我准备绕路从另一边的楼梯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脸了。他们……苏月消息打了一半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来源就是苏月所在的楼道拐角。苏月被发现了，我和萍姐互相看了一眼，2个人眼中都映出对方惊恐的样子。如果是维修工，没有理由去追苏月。我和萍姐都没在微信群里再说话，萍姐比我先冷静下来。我先私聊导员问问情况，导员没在群里说真相，应该是怕大家恐慌。煎熬地等了2分钟，萍姐说道，导员让我们别担心，杀人犯的事情是谣言，真的是在维修电路。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疑。紧接着宿舍群弹出了新消息，苏月，吓我一跳，刚才真的是维修师傅，他们追我是怕我走到有危险的区域，等我这就回来。看到苏月的回复，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很快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让我心安的是，这一次的脚步声并不急促，咚咚咚，敲门的声音传来。因为刚才的惊吓，开门前我还是先看了一眼门禁，是苏月没错。正在我要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应该是1、2楼传来的。我们宿舍在6楼也听得清楚。班级群的消息一下炸了，什么情况？不是电路维修吗？刚刚惨叫怎么回事？听说宿舍楼进了杀人犯，真的假的？声音应该是从1、2楼传来了。有没有附近的同学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就在1层，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敢出门。不过除了惨叫，我好像还听到了刀子砍东西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们报警吧。就在这时，群主开启了全员禁言，刚刚炸开的群消息戛然而止。导员发出了最新消息，同学们请不要慌张，传言是真的，确实有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因为担心大家恐慌危险，所以刚才说是电路维修。学校已经报警，各位同学一定锁好宿舍门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。警察赶到之前，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一定不要开门。为了稳定大家情绪，班级群今晚禁言。正准备开门的我停顿住，咚咚咚，门外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：电路没有坏，那苏月看到的维修工是谁？或者说门外的人？寝室群发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苏月。保险起见，我又看了眼门禁，这次我才注意到，苏月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没错，但不是她刚出门时穿的那件，光线暗淡，因为苏月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可仔细观察下，能发现对方的肩膀与手臂是比苏月粗大的。再向下看，我发现对方似乎为了模仿苏月的身高，腿在弯曲着，这个人不是苏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抬起了头，只见对方戴着口罩，
站直了身体有1.8米，直直盯着门禁，向我竖了一根中指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现在脑子乱得不行，把我看到的情况和萍姐说了。萍姐深吸口气，冷静分析起来。我们没听到苏月的惨叫声，她应该是没有遇害。从对方穿着苏月的衣服和在群里发消息来看，苏月应该是背叛我们，和杀人犯一伙了。她刚刚想害我们。我虽然不愿相信，可萍姐分析的没错。别说杀人，就算是控制住挣扎的苏月，也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。最大的可能就是苏月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又来了新私信，屏幕显示苏小月月，这是苏月的小号，只有我知道的小号。我知道苏月有2个手机。苏小月月，刚才我逃跑的时候，手机和衣服都掉了，现在甩掉他们了。你一定要小心萍姐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人的脸，是萍姐的男朋友。我已经和隔壁603的人联系了，一会去603，你找机会也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头皮都开始发麻。萍姐似乎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温柔一笑，别怕，我们只要锁好门，等待警察来就行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平日里都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，怎么会和疯子杀人魔一伙？我脸色渐渐变好，冲萍姐一笑，是的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当萍姐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导员又拉了一个新微信群，几乎全楼的人都在，少了几个人，应该是漏了吧。刚拉完人，导员就在群里艾特全员，我被他们控制住了。之前消息也是他们发的，之前用我身份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校报警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报警，我说话会被发现，同学们快报警。另外，本楼不在群里的人都有问题，千万小心。消息发完的几秒，群里异常安静，群里没有禁言，也没人说话，似乎都在消化这些信息。导员被那群疯子控制住了，貌似发了刚刚的消息。从那群疯子进宿舍楼到现在，根本就没人报警。这个宿舍楼里有人和那群杀人的疯子暗中勾结，我则第一时间点开群成员查看更多，搜了萍姐的微信名，发现群里竟然没有萍姐，我整个人愣在当场。结合导员和苏月的消息，我确定萍姐有问题。现在思考起来，之前门禁里看到的男人虽然戴了口罩，可身高、发型、气质、眼神都和萍姐的男朋友陈哲太像了。我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让萍姐发现变化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灯灭了，全楼的灯都灭了，宿舍楼断电了。紧接着，我看到手机没了网络，没了信号，黑暗带来了恐惧，却让我的心稍微镇定，这样萍姐就看不到我难看的脸色了。下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就没法报警了。从导员刚刚拉群到断电、断网、断信号，中间不到1分钟，没人来得及报警，没人会来救我们，我们就像一群困在楼里待宰的羔羊。而近在咫尺，就有一个拿着屠刀的猎人。萍姐平和温暖地说道：“一定是那群疯子干的，别怕，既然已经报了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。”说话间，萍姐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削着苹果皮，苹果皮削好，她切了一块，递给我，过来吃点东西压压惊。昏暗中，我看到了萍姐的笑容，带着温暖，温暖中又仿佛带着丝残忍。我走到萍姐面前，努力克制恐惧，吃了那块苹果。可能因为紧张，我完全吃不出味道。为了让萍姐放松警惕，我顺着对方说道：“谢谢萍姐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”说着，我坐到了自己的床上，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小幅度地摸索着能对抗萍姐的东西。萍姐突然笑道：“断电之前，你看着手机发呆了好一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手机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”我心中突然一顿，导员的消息、苏月的消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删，萍姐的手已经伸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给萍姐看，如果不给，就会被对方发现我知晓了一切。控制住手的颤抖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伸了过去，准备趁着对方接手机的时候跑出宿舍。就在萍姐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而这一次，惨叫的声音无比清晰，就在我们楼上。我和萍姐的身子都顿了一下，我顺势收回手机，抱住了萍姐。萍姐，我害怕。我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我所有的害怕完全可以甩锅给楼上的受害者。对我的行为，萍姐似乎也放下了戒备，没有再提看手机的要求。萍姐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也会冲上去保护你。”她的话很温柔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问题。
甚至如果没有导员的消息，我根本不会怀疑萍姐。就在我稍稍放心，等萍姐放下戒备司机逃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宿舍的窗子没上锁。我们宿舍楼窗户没有护栏，以男生的身体素质来说，从楼上翻到楼下并不难。而现在凶手就在楼上，我离宿舍门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正在和萍姐拥抱着。楼上的凶手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近乎绝望，现在别无选择。我准备先控制住萍姐握着水果刀的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有人在焦急地敲着603的门，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有人进了603，603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。进门后没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，应该不是坏人。结合之前苏月发的消息，我断定这个人就是苏月。我去看看。萍姐似乎想要阻止我，可因为我刚刚的表现没有异常，她没有强制控制我的打算，还不忘提醒我一声小心点。我装模作样的在门边看了眼门禁，外面很安静，空无一人。接着我转过头看向萍姐，外面没人，我们这里暂时还安全。我正说着话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楼上爬到我们窗户，他的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他背对着月光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样貌。隐约间能看到他1.8米上下，嘴里叼着一把刀子，双脚踩在我们宿舍窗户的时候，这人单手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。我背靠着宿舍门，面朝宿舍窗户，而萍姐面对着我，她还没有发现身后来人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，黑夜里，手电筒突然绽放出强光，强光照到萍姐和那个黑影男脸上，让两人眼睛一阵刺痛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连忙打开宿舍门逃走。你死定了！黑影男一声怒骂，随手扔过来一个物品砸在我头上，还好东西不重，没影响我逃走。我拼命跑到603，然后开始拍门，咚咚咚，我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到了男人和萍姐怒骂的声音。如果603不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。咔嚓，门开了，苏月把我拉进了宿舍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。算上我，宿舍里现在有6个女孩，原本的宿舍4人，加上我和苏月。苏月抱着我不断安慰，想不到萍姐和陈哲是这样的人。调整好情绪，我把刚刚的经过讲给几人听，并回忆着黑影男的样子。确定是陈哲没错，苏月说道。之前萍姐有说过，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混混们走得很近，也许她性格一直这样。另一个女生跟着说道。我和陈哲高中一个市的，他很出名，是个学霸，高考前的全市联考考了700多分，所有人都默认的清北人选。可高考的时候发挥严重失误，只考了400多分，才来了咱们学校，可能受了刺激吧。我一听心里更慌了，这还是个高智商罪犯。就在这时，苏月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小球，问道：你手上这是什么？逃命还不忘带着。我这才发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材质的圆球，回忆了一下，刚才陈哲从窗户进来的时候，看我要逃，随手扔过来砸我的，幸亏这东西不重。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，敲得很急促，大家刚刚缓解的情绪立刻又悬了起来。门外竟然传来了萍姐的声音：酱汁，快开门，我男朋友陈哲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刚刚你把我丢下不管，我不怪你，快开门，再不开门，我要死在这了。我心头一沉，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萍姐99%是坏人。抬起头，我也看到了宿舍里其他人都警惕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开门。我对大家一笑：你们救了我，我不会害了大家的。萍姐还在急促地敲门，还在央求我们信任她。突然，我手里的塑料小球发出了声响，从里面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：海平想杀你们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观察这个小球，竟然是个小型对讲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是陈哲。陈哲是萍姐的男朋友，至少我和苏月是见过他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哲不是坏人吗？苏月面色凝重，紧跟着分析：陈哲知道了萍姐敲不开门，所以想要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不过眼下统一的战略就是不给萍姐开门。外面的萍姐似乎敲累了，一声叹息：我不怪你们，毕竟杀人犯是我男朋友，我身份敏感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我被坏人杀了，你们也会自责的。话落，敲门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是一阵跑动的脚步声。萍姐应该是走了，但我听到萍姐最后说的话，心中还是有些疼。忐忑当中，我又看了看门禁，楼道很黑暗。突然，宿舍门外一只眼睛贴在了门外的门镜上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随即门外的人拉远距离，我刚好能看清，就是刚刚佯装离去的萍姐。不过现在的萍姐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笑容映衬着走廊微弱的绿光，显得阴森可怕。酱汁，你可真残忍啊，把我拒之门外，还有苏月也在里面吧。时间有的是，我们慢慢玩，
谁也逃不掉。你们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，所以必须死。我们宿舍里的6人互相看了看，明显比刚才要慌了。萍姐说的没错，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苏月壮着胆子冲门外说道：萍姐，咱们宿舍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很温柔，很照顾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把你当姐姐看。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为什么要参与做这种事？我也紧跟着说道：是啊，萍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哈哈哈哈！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萍姐在放声大笑。萍姐用力踹了一脚宿舍门，知道踹不开，只是单纯的发泄。我这么做当然是觉得好玩呀，我喜欢欺负别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害怕我的样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把一个人的头按进了厕所，还拍了他的照片，甚至还威胁他跳了楼。之后我洗清了身上的嫌疑，警察根本没证据抓我。我听到萍姐说的话后大吃一惊。萍姐，你说过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笑着说：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是坏人了。况且今晚动手的是我男朋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也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漫漫长夜，你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吧。说完，萍姐又踹了一下门，接着门外安静了下来。萍姐似乎失去耐心离开了，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相互对视着。与其等死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好，苏月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就在我们拿上扫帚、拖把等武器，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圆形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陈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不要出门，外面不止我们2人。果然，萍姐还有其他帮凶，推断应该是和她同一高中的那群混混。我冲着对讲机喊道：陈哲，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赶快报警。没想到陈哲并没有正面回答我。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话落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宿舍里的几人再次陷入了恐惧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房门被人敲响。苏月看了一眼门禁，门外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女生焦急地说着：救救我，快开门！是张雪。宿舍另一个女生说道：张雪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不是很熟，学习很好，是学生会的老大，应该不是坏人。我和苏月对视一眼，决定开门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门，躲在一旁的萍姐就立刻顶住了房门。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萍姐阴森森地说道：你们终于开门了，动手！听到命令的张雪立刻拿起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们走来，而我们握紧手中的扫把，准备与其搏命。就在这时，陈哲来到了众人面前。萍姐问陈哲：其他人呢？都已经按你吩咐的解决掉了。陈哲紧接着又说道：这些人交给我吧。说着拿着棒球棍走了过来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陈哲一棍子打在了张雪的后脑勺上，张雪应声倒地。接着陈哲又拿出刀子，将目光瞄准了萍姐。这一串连贯动作将我们吓了一跳，萍姐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哲，你干嘛？陈哲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海平，你是不是忘了陈丽丽，那个被你逼迫跳楼的女孩？她是我的妹妹。萍姐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，想方设法接近我，就是为了给你的妹妹报仇是吗？陈哲微微一笑：海平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说着便一刀刺入了萍姐的身体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报声，随后陈哲意味深长地看向我们几人，仿佛在说：对不起，让我们受惊了。陈哲没有逃跑的打算，而是像我们一样等待着警察的到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永久的牢狱生活。事后我和苏月也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被绑架的辅导员等其他同学都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，受害的都是当年霸凌陈哲妹妹的混混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宿舍的老二陈梦。他其实根本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第一个被陈哲设计好除掉了。